魏云州吃肥懒学3年末等，已不堪入族学。今日迁去城外庄子养病，族学名额转给旁支魏承安。老爷，周哥只是病了，他醒了还能读。我出银子，请先生买书工笔墨，别断他的路。姨娘，读书不是砸银子，八弟连《论语》都背不顺，何必占着族学位置？李氏，国公府缺的不是银子，是能读书的人。这文书谁替我认的？周哥，你怎么下床了？八弟醒得正好，自己看看吧。族学不是养闲人的地方。我闲了几年？3年。你自己知道就好。夫子，3年末等是每月都考，还是只记了几次？你什么意思？学生想知道，今日要断我读书路，凭的是完整成绩，还是几张被挑出来的末等卷？你还敢狡辩？我不狡辩，我只请当堂验一件事。验什么？验我到底是废物，还是你们急着把我写成废物？荒唐！宗祠议事，岂容你一个小辈顶撞？祖宗在上，学生不敢顶撞。只是国公府若要废一个子弟，总该废得明白。你想怎么验？3问。你3问？经义一问，算学一问。若我答不上，今日我亲手按印去庄子。这张文书当众作废。并刚醒，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知道。答不上便没有回头路，本来就已经没有了。第1问，经义。君子不器，何解？器者，答不上了吧？有定用。君子不器，不是不学一用，而是不被一用困住。放在家族里，嫡子不该只会守名分，庶子也不该只被定作废物。能担事者，才是家族之器；能破定器者，才有君子之实。第1问过，第2问算学，第2问算学。哼，经义还能靠嘴巧，算学可糊弄不了。族学每月笔墨纸砚共支银26两8钱，学生24人。若按人数均摊，每人几何？若按嫡庶旁支3等减免，又该如何不失公明？夫子，这题不能先算每人几何。为何？因为账里少了一项，谁真正领了纸，谁只是挂名。继续说。24人按名分摊，看似公平，但若有人每月领10刀纸，有人只领1刀，还按人头平摊，就会让不读书的人占账，让真读书的人背账。你少影射！学生不影射，学生只说算法。第1，固定支出按族学命额均摊；第2，实际纸墨按领用登记；第3，贫弱旁支可由助学银补贴，但补贴要公开计册。你从哪里学的？病中想明白的。病中还能想账？哼！因为有人想把我送去庄子，我总得先算清自己到底输在哪儿。若按你这算法，族学账要重做，重做一次，日后少抄许多次。族学就立多年，岂能因你一人而改？旧例若能让人信服，学生不敢改；旧例若连一张纸谁用掉都说不清，就不是规矩，是糊涂。第2问过。第3问家族问。你若留下族学，能给魏家什么？一个庶子，还想谈给魏家什么？学生现在给不了魏家功名，也给不了魏家官位，但学生能先给魏家3件小事。哪3件？第1，族学账清；第2，子弟读书有考核，不让名额被白占；第3，庶子旁排若真能读，不因出身先断路。魏家若只守嫡庶名分，不看谁能撑门楣，迟早只剩一块空匾。父亲若觉得学生狂妄，今日便罚；可若学生说的有半分道理，请父亲别急着把我这条路断掉。牵养文书作废。族学名额暂留，但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按原来的废卷计。3日后前院小考，若仍末等，自己去庄子。儿子领命。3日？你以为你真能翻身？能不能翻身，3日后看卷。3日？他们这是逼你！少爷，这么多书，3日怎么读得完？3日不是读完所有书，是读出能活命的卷。姨娘，帮我3件事。你说。第1，不许送油腻吃食；第2，让金宝按时着叫醒我；第3，
明日替我找来族学近3年小考的。少爷押题？不是押题，是看他们怎么出题。金元宝，念。念什么？念我的错题。第一，破题太直；第二，收束太散；第三，算学步骤少验院。周哥儿，歇一会儿。我若歇，他们就能安心把我送走。八弟，3日不睡，可别晕在考桌上。我若晕了，劳烦你把我卷子交上去。你真准备好了？没有，所以才要考。开考。完了，这题可不是你能再装一次的。器有定用，人有未定之才。家族用人若先定死，便是自毁气绝。停笔。此草尚可，立意偏窄，稳重有根基。魏云州，此卷不华，却有格局。把魏云州的课表送到我书房。你要留下，就照这个学。老爷，这哪里是读书，这是熬人。经义、策论、算学、书法、骑射、礼仪，一样不许缺。怕了？怕。儿子更不怕以后遇事只会求别人。你还要加？强身半个时辰。考逢狭窄，3日一场。若体力跟不上，文章再好也难以顺利交卷。此话不虚，你倒知道自己短处。知道短处，才有地方补。准。哈哈哈，八弟，文章能上等，腿脚还是末等。撑不住就停，练坏了身子，得不偿失。我不跑快，那你做什么？跑完。他们明知道你身子虚，还让你跑，这个国姑府真是吃人的地方。姨娘，不是他们让我跑，是我自己要跑。以前我胖是别人骂我的把柄，以后不能把把柄留给他们。少爷，明日还跑吗？跑。还读书吗？读。你这孩子怎么病一场，跟换了个人似的？换了也好。以前那个魏云州护不住姨娘。八弟，这是要3日成胜。不是成胜，是补课。你的文章能看，字不能看。每日3页，写完给我。多谢二哥。别谢太早，我不想赢一个字都写不稳的人。我赌八弟这回还是末等。族学月考不是赌方。二哥心疼他。我只是嫌你吵。今日月考，先放后3名。没有八少爷，难道倒数第4？夫子，是不是漏写了？你急什么？
不可能！魏承安，坐下。他3日前还要被送去庄子，今日怎么可能第二？那就当堂评卷。又是他会钻的题。此卷第一好，好在不偏。魏云州写，只重名分定秩序，识才定贤人；只重识才，家族会乱规矩，二者不可偏废。第二好，好在有法。他提出月考公开评卷，纸墨领用登记，旁支助学3条。缺点也明显，字仍弱，启示仍薄，所以只能第二。学生受教。第二。不过第二得意什么？他第二，你第9。下月我不会让你追这么近，下月我也不会只追到第二。告诉账房，族学纸墨领用，从明日起登记。魏一宁，你就拿这点东西来族学，旁支穷成这样，还读什么书？字不贵，贵的是写了什么。八弟刚得第二，就开始替旁支撑腰。夫子，这篇能不能评？魏一宁，这是你写的？是。为何不交？纸太破，怕污了序面。文章可评，纸破不该遮才。族学若人人都打派纸来，岂不乱了规矩？规矩是让文章被看见，不是让穷一点的人先闭嘴。今日小课加一题：纸贵才贱，还是才贵纸轻？所有人当场作答。一宁，不必紧张。魏云州立意高，但今日最该被看见的不是魏云州。魏一宁，此卷质朴却有真气。老爷，族学若有旁支真能读，是否可设借书纸墨名？施行1月，但助学不养懒，每训小考，进议者续领。评一篇破文章就能领好纸，族身成善堂了。今日发纸墨，凭什么？凭上旬小考进会名次。魏宁第几？进会第1。那不是善堂，是他自己考来的。成绩榜看高低，进一榜看改变，二者并行。这主意是你的，夫子定的。少壮。不过这榜有用。何为读书人的进意？不是今日赢了谁，是比昨日多明白一分，背得到书。能背出来，也比昨日不敢开口强。若旁支拿了纸墨却无进意，该如何？听令，不愿。纸墨是术械，不是数学。那旁支孩子倒像以前的你。我以前是不读，他是想读没路。姨娘不懂文章，但懂穷人缺东西的滋味。以后族学纸墨不够，先从这里出。姨娘，这钱不能私下给，要入公账，记用途，记领用，记进意。好，听你的，银子也读书去。这一字败了半冤气。文章写得再高，
自相击准，也进不了考场。魏承安说的难听，却不算错。科举院面自是门面，你若只会立，不会落字，岳院官不会等你解释。学生认。认什么？认短处，也认必须补。这就是差距。你文章追得快，字追得慢，请二哥教我。倒会顺杆爬。你若能认真求教，我也教你。少爷，这一个龟字您写了快50遍了。错在一个字，败的是一整卷。周儿，歇一会儿。姨娘，这疼是好的，疼在手上，总比疼在被人写好的废命上强。很差。比昨日不差，那就是好一点。你倒会给自己找台阶，台阶能走就比强强。今晚午夜，怕吗？怕，但写。今日强身课跑完1圈，才准进学堂。阿弟，别逞强，跑不完也没人笑你。少爷，您慢点儿。我本来就跑不快，但我能跑完。少爷，停下也算完成半课。听见没？半课也是课。我以前就是这么半途停的。慢得很，但跑完了。你这身子考房3日确实危险，所以要练。明日继续。继续。跑完1圈就像打了胜仗，对以前的我来说是。商户姨娘有些就不错了。祖母，孙儿有疑问。今日家宴，你又要问什么规矩？不问规矩，问功了。族学助学银20两，已入公账，专供旁支贫弱子弟领旨。此事是否该在家宴上谢一声？20两助学银已入族学公账，已入，用途只限纸墨，不记儿子名下，也不记翠竹园名下。李氏，此事你为何不说？妾身只是想让孩子们有纸写，没想要功劳。银子若只为自己买脸面，是俗；若能让族中子弟多写1张卷，便不该只被笑作铜臭。今日助学银有功，李氏席位前移1席。按老爷说的办。是。李氏，坐吧。谢老夫人，谢老爷，谢太太。母亲。六姑娘可是有事？姨娘，刚才那席做得很好。做个席有什么好不好的？以前是我不懂事。八少爷，城中小文社送帖，邀您与2少爷同去论题。这不是请您命题，这是冲姨娘来的。不去也罢，咱们不跟他们斗嘴。不去，他们说我怕；去了，他们拿我做文章。那就把他们的文章改成我的题。你准备怎么的？钱能买书，财需自成。钱可买书，却买不来财。若读书人靠银子堆出来，士林岂不成了商铺？魏八少爷，你说呢？周兄说的对，钱买不来财，但钱能买1盏灯、1刀纸、1本书。若无这些，许多人的财还没出门就被黑夜挡住了。魏兄这是替商贾开门，我是替读书人留路。读书贵轻，轻不是让韩氏没纸写字，贵也不是让有钱人拿银子买名声。助学银入公账，不记我名，不记姨娘名，只记用途。
谁领旨，谁写卷，谁进议，账让清清楚楚。账清，魏兄说的冠冕堂皇，可若没有李姨娘的银子，你能坐在这里？能。凭什么？凭我自己的卷。那就当场做一段，题目就叫“同税入文门”。好。铜臭入文门，污不污不在铜，在门。门若正，银钱可为灯油；门若歪，清明也能做买卖。读书人当据的，不是助学之钱，是暗示之交易；当守的，不是穷字做清高，是公账见日光。此段可入今日文社留稿。此文出自魏国公府八少爷魏云州。就是那个3日前险些被牵去庄子的庶子。门若正，银钱可为灯油；门若歪，清明也能做买卖。呵呵，有次也有边界，叫他来。你这篇文章帮商贾说话？不是，那是替你姨娘争脸。有一点，但学生更想争的是一条明路。银钱若入暗处害士林，若入公账可助读书。你倒不必私心，私心若藏着，文章就虚。学生确实想护姨娘，但不能只为姨娘写理。今日3问：第一问，若商贾捐银助学，属不属名？可属账，不可属公。第二问，若韩氏受助后不中，是否浪费？能让一人读过书，明过理，便不是浪费。只是助学账要设年限，设考核，不可无底。第三问，若你日后入仕，李家经商求你庇护，你护不护？护其合法，不护其违法。护其不被欺，不护其欺别人。每日卯时来。少爷，这比国公爷那张课表还狠。白日上学，清晨去神府，夜里还练字，这是把人当牛使。时间不够，就不能硬塞，要排。舍弃什么？先舍弃夜宵。八弟，文章能写，马背上可不能写策论。这不是玩乐，是权贵子弟之间认人的产物。若八弟在马球会上摔下马，丢的可不只是自己脸，所以我不摔。哼，他说不摔，就得从今日开始练。7日后复会，若不能上马，就不许去。先上马，稳住身。哈哈，八弟，这才刚上去，看前方，不看脚。能坐住，才谈挥杆。你不必做最会打球的人，但不能做那个被人一眼看穿短板的人。明白？魏兄，今日可没有账册给你垫脚。别给魏家丢脸，记住，别抢风头，先站对位置。魏兄文社里弹灯，今日不如点亮马球场。今日不点灯，今日先不挡路。魏兄，接得住吗？别追球，看人。殿下，时辰到了。你就是鹿鸣小宴上写寒门得势的魏云州，正是学生。你球场上的悍勇与文章里的人心倒是判若两人。学生记拙，只能不误事。不误事，有时比逞能难。一场马球，若人人都想进球，结果会如何？会乱。为何？有人进，有人守，有人牵制，有人补位，都想抢攻，球就走不远。家族如此，官场也如此。前朝名家真迹，李姨娘这回可下了血本。这题罢墨色不太对。姨娘花了大价钱，莫不是买了假画？祖母，可否让孙儿一观？
你也懂画？不敢说懂，只敢看证据。八弟，你可别为了护姨娘，把假话说成真的。画心捐色救而不腐，笔意连贯，山石簇法也稳。画心应是真，但提淡墨色浮，印泥心，压不进九卷。画真题假，确实，题带是后天。妾身不懂这些，只想着给老夫人送件好东西，没想到姨娘没有买假画，只是买画时被假题便抬了价。画仍可收藏，但不能按名家题笔直价。若铺子以名家题笔收钱，便该退茶价。这话公道。姨娘别怕，画是真的。你从哪里学的剑画？沈先生教文章时说过，证据不止在账上，也在纸墨、绢色、笔意里。李氏送礼有心，虽被商铺误导，但非失礼。画留下。明日去书画铺，按证据退差价，别闹，是讲理。明日你跟我去。国公爷，画是李姨娘亲自买的，首出不退。贵府姨娘买画时可豪爽得很，如今看走眼了，不能怪小店。掌柜，说话不说人。你卖的是名家题贝真意，价钱也按名家题贝收。如今画心可真，题贝为后天，差价该退。八少爷一句话就断真假？不是我断，是证据。第一，凭据写明名家题办；第二，无画旧画市价不及原价3成；第三，沈先生批注只说画心可藏，题办不可作价。沈公又没亲自来，若你要沈公亲自来，明日我请他来。差价小店退。姨娘，拿回来吧，这本就是您的。今日算小店倒霉。不是倒霉，是账回到该回的位置。周哥，姨娘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？姨娘，错的是拿假帛抬价的人，不是花钱买心意的人。今日这事你做得稳，但现实在即，考场不看你替谁讨公道，只看市面。儿子明白。老爷，限时报名，3日后截止。考栏开宴，夹带者立刻除名。今日别分心。夹带，国公府少爷也夹带。魏云舟，这是何物？不是学生的。进考场的人都这么说。请差役封存。你还敢指挥查验？学生不敢，只是夹带若算学生的，也该有清楚来处；若不是学生的，更不能被一张纸定罪。出府前，他的考栏由我和魏夫子共同验过，可有封记？出府时，栏盖封记完好，现在封记断在侧边，说明有人在路上动过栏，确有撬痕。差役，那人方才最先喊夹带。站住！此事另查。魏云舟换蓝验入，准入场。你刚才若急着抢纸，就完了，所以不能碰。你不怕耽误开考？怕，但更怕带着脏名进考场。准入场。苍岭族不只是弥满狼，而是人心有路可走。完了！考场里，善意要守规矩。则苍鹭虽足，力竭仍偏。不写满写稳，
总有人得时得学，得公道来。停笔，封卷。唉。周哥，第一！陷暗手竟是那个夹带风波里的魏八少爷，查清了，是被人陷害。恭喜，这一场你赢得干净。本次首场魏云州为暗手，此卷胜在2处：其一能从苍辽写到教化，其二能从高门写到韩氏，却不偏激。卷尾一句“礼节不从空言来，从有人得时得学得公道来”，可取。学生受教。从宗祠迁养文书到今日献暗手，你用了多久？20余日。这20余日抵你过去几年？过去几年是儿子荒废。知道荒废就别只会高兴，但今日可以高兴。献暗手只是同事第一关，后面还有府事、院事。儿子不敢松懈。下一场，我追你，我等二哥。沈大学士来信，府试之前让你入沈府助学7日。少爷，这府城比县城大太多了。献暗手在县里够响，在府城只是刚进门，那就重新开始。魏献暗手。赵明章，府试测问榜前1名。赵家梁行的少东家，府城士林出了名的策印高手。听说魏兄善写民生，府城的民生可比县里难写。少爷，那赵公子看着笑眯眯的，比魏承安难对付多了。魏承安是争一口气，赵明斌争的是府城士林的位置。府学和清吏我明白，缺米是做什么？沈先生说，府试测问不止看书，看米。看百姓怎么活。牌上明明写60文，60文是米价，装袋搬运耗损另算。少爷，这不是坑人吗？公子记什么？记牌上价和百姓真正付出去的钱。魏县暗手不在客舍温书，到来米市记账。赵公子认识我。县暗手入府城，想不认识也难。米市账不是几笔数字就能写明白。府试入场，文书考栏号牌逐一查验。魏县暗手，这回考栏不会再出事吧？最好不出。若再出，你又要当场封正。若有异常就封，若无异常就写卷。你倒稳。考场里不稳的人先输一半。这是什么？空封袋，若无异常，它一直是空的。你还真带了？带着不用，比要用时没有强。文书齐，考栏静，入场。开考前不得私语，不得离号。献暗手只是过去，今日重新开始。官仓之人不在开仓一生，而在米能否以名价到民。民为邦本，平坡当先稳人心。数、价、禄、正，出仓数，排上价，到手价，前周平。不能无证指向赵家，也不能假装看不见漏洞。商行可用，不可暗用；百姓可买，不可只见牌价不见到手。米市所见。平托若只平账，不平到手价，则仓开而民未必安。停笔，封卷。明
驾到民，倒是敢写。这卷该进前列。这份文辞更华，气象也足。官仓为本，两行辅之，市价自稳。一份高，一份实。取高，府试策问不是实惠，这一份能落到牌价到手，签收副价，百姓拿着也能明白。可列按手候选。列。少爷，又是第一！赵明章竟然第二，魏云州连县使府试都居首。恭喜，险胜！你这句话比你第一还刺人。魏云州府策按手。赵明炳文气最佳，但策问取的是能不能办事。魏云州胜在到手价、签收凭、负责日。我输在太信两行。你输在没问米最后到谁手里。魏云州，你昨日去过米市？去过。你怀疑赵家？我怀疑账不够明。若赵家账明，谁也污不了赵家；若账不明，谁也护不了赵家。有意思。魏按手，清历今日这题是专门等你的。县市府试连中按手，魏兄自然有资格入清历。入清路是一回事，论府城良政又是另一回事。一个刚到府城没几日的人，凭什么对府城米上指手画脚？所以今日我不指手画脚，只拿我看见的账问一句：牌上评价百姓到手为什么差11文？今日不空变，只算1斗米，合计71文。昨日百姓到手71，并非乱价。魏兄，71文不是糊涂账，是你看浅了。缴费3文，缴付实际能得几文？在清历只说实话，1文半。行回抽成也有管理成本，可以有，但也该写明，百姓能否自带洁净袋？米铺一般不许。为何？怕称量麻烦，怕袋子不自带洁净袋，验后免袋费。你这是把米铺规矩拆得一点不剩。不是拆，是分，有区别。合理成本留下，不合理捆绑拆开。这句话记下。赵明章能列成本，魏云州能拆成本，二者皆有用。明日把这块明价牌拿去西米市试一日。真拿去米市？文章若不能走出2堂，写得再好，也只是纸上热闹。西米市是赵家地盘。读书人动动笔，生意人要折腾1整日。我自己扛回家，缴费能免。若他自扛，缴付自然不收；若他要缴付送，缴费明付给缴付，直接给我。若行会有合理抽成，也写在牌上。今日只是1日，照实记录。原来这3文我也能自己省。赵公子，这样下去，行会抽文全摊开了，百姓以后都要明价，咱们很难做。难做不等于不能做。魏兄，你让百姓省了几文，也让米铺多了几十句解释。这袋子怎么算？解释清楚一次，后面就少几十句怨气。你说的轻巧。所以今日我站在这里记，不只让米铺改，还要改谁？改读书人只会写文章的毛病。1日事情未乱，可麻烦。今日缴费直接到手，倒比平日清楚。明日策问会就以今日实际为题。魏云州，你这人麻烦，麻烦的是账，我只是把它写出来。生物助学。这种污名不私。魏兄何必急？士林轻易本来就该问清楚。助学公账可查，若有买名买卷，请当场举证。我不怕问，只怕不问证据，只问出身。魏兄口口声声证据，难道士林风气也能像账本一样算？士林风气当然不能只算账，所以更不能只靠几句闲话定人。周兄说他买名，可有买卷证据？顾青言，你替他说话，我替规矩说话。若商化助学就是污名，那韩子受助是不是也不配读书？院事未开，先闹轻易，很好。周恒，你既质疑魏云州，
买名可有实证？学生无买券证据，但商户助学却会坏士林清气。魏云州，你如何自辩？学生不自辩，学生只请院士看卷。若卷不及格，商户复学救不了我；若卷能及格，闲言也不该先废我。张学正，院士还没开，府学倒先热闹了。明日不等院士，先开一场学政三问：问出身，问清义，问取士。第一问：受助之事轻不轻？读书贵自立，受商贾之助，难免失轻。你答。轻不轻，不在受不受助，在受助之后能不能守公？何谓守公？受纸墨不卖卷，受灯油不卖名，受人一餐饭，不能把将来的公道抵出去。第二问：商户之才入学，会不会坏世风？这次赵明恒答。会也不会。若以才买名坏，若以才会学，未必坏。关键在公账、边界和不能插手评卷。魏云州，你补。学生只补一句，说：银钱最怕暗，名声最怕借。数学若能见光，世风未必坏；若不能见光，清明也能脏。第三问：院士取士取什么？取文，取才，取可教可用之人。取文也取人，人如何取？看他顺境时是否知边界，逆境时是否守规矩，得势时是否还记得别人也要有路。三问答得好，不等于院士能过。当然，院士看卷不看刚才谁声音大。今日多谢。你不是替我说话，是替受助韩子说话。魏云州，明日院斥，我不会让你轻松。我也没想轻松。这一届有点意思。院士入场。按肘连奏也有折在院士的，所以每一场都当第一场考。稳住，你也是。考场里能帮他的只有他自己稳住。气势者不止识己之长，更识己之戒，他人之路，天下之用。文艺能使人入门，气势决定人走多远。故取士不只取会写者，更取之所守、之所用者。岳安守又是魏云州。谢安守、副安守、岳安守，小三元，你做到了。本次院士魏云州为按手，此卷不以辞藻取胜，胜在气势，能从自处写到待人，从读书写到用事。赵明炳文气华整，列第二；顾清燕质朴有真气，列前10。出身可议，文章可评，但取士终究看卷，也看人。这一场我服，赵兄文气在我之上，但你这一场站得比我高。魏兄，我也过了。不是也，是你本就该过。小三元又如何？不过是生远，离仕途还远，所以更要继续走。小三元是魏家的喜事，从今日起，你不只是魏家的庶子，你是魏家的生源，是魏家重新入士林的一块门牌。儿子不敢忘，路才刚开始。今日不贺小三元，问一件真事：若一县受灾，粮路断，乡绅惜粮，百姓等米，你们先做什么？先调粮，先安民，先问县衙号令。先看路。为何不是粮？粮在仓里路断了，仓再满也到不了百姓手里。看路之后，分3件事。说：第一，查水退到哪儿，哪条路能走，哪条桥不能走。第二，查粮在谁手里，官仓、乡绅仓分清。第三，设临时发放点，发放名单公开，避免一袋粮在路上变成3种价。还有灾民安置。顾兄说的对，
人不能只等粮，还要有干储、热水、病弱登记。你们都在府城读书，纸上说的不差，敢不敢去青山县看7日？殿下，院试刚过，乡试备考在即，所以只去7点。学生愿去。学生愿去。既然你们都去，我也去。不是让你们去当官，也不是让你们去救灾、去看、去记、去分清纸上的策问和泥里的路。刚考完又要去灾县，那地方多危险！你可以不去，你现在是小3员，安心背乡试，也没人说你错。若读书只为了让榜上多一个名字，那我可以不去。姨娘，我不去逞能，我只是去看清楚，日后若真有一日做到案前，不会把百姓，我派血护卫随行。姨娘，我不去逞能，我只是去看清楚，日后若真有一日做到案前，不会把百姓只写成2个字。明日我派护卫随行。青山县7日民情部。过不去了，前面桥塌了。粮在路上，却进不了县。别乱走，水后路急需。你看什么？看粮怎么过去，不是人怎么冲过去。六皇子问粮，我现在才明白，第一问真的是路。整车过不去，拆车，拆货，重车不过桥，分带过坡。看什么？我赵家做粮行，路上转运比你熟。那你看转运，我记流程。我去问前头有没有老人孩子等粮。我带护卫先探坡，确认安全再办。按木桩走，粮重要，命更重要。你真是什么都记，怕以后在干净案前忘了泥路长什么样。几位公子，这是从断桥那边来的，3车粮，已分带过坡，后面还有2车，让县里派轻车去接，不要再派重车。粮到县门，不等于粮到人手。你做什么？学生不是拦报，是想问一句：粮路若已通，为何城外3车粮还堵在断桥？灾变若已安，为何县门外还有百姓冒雨等舟？你懂什么？不能让上官以为青山县无能。报喜若盖住问题，才是真的无能。几位是六皇子府派来官政的狮子，学生只来观民情，不敢干政。说得好听，灾情一来，粮、路、棚、药没有一样不缺，上头催报，下面催粮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可若文书说都安了，后续粮药还会来吗？商路也会误判，若以为路通，粮商重车继续走断桥，只会更堵。那你们说怎么报？老爷，不可把困难全写上去。不是诉苦，也不是报喜，是报时。路写哪条段哪条能通轻车，粮写已到几车还缺几日，人写安置多少病弱多少，虚员写木料药材轻车，不写空话。粮路图要附上，商队可按轻重分流。周鹏病弱名册也要附，老人孩子不能跟壮丁一起排，派差役维持队列，防踩踏。你们不是来挑错的，我们是来把泥路上的事写回纸上。快马送府城，再转六皇子府。不是本坊名册上的，后面等着。州不多，所以管是按本坊名册发。老人家从哪里来？南堤塌了，家里进水，跟着人跑来的。逃来的都说急，可州就这么多，灾情不认坊级，人还分本坊外坊。若所有人一起排，强壮者先到，病弱者反而最后，所以要先分病弱，再分本坊和临时避难，不是为了区别人，是为了防重复领。队伍要分到差异站口，不准抢。你们说的轻巧，谁来写名册？我写，我和，我算周亮，我维持队列。多谢几位公子。别谢我们，州本来就该到你手里。灾时名册不是拦人的门，是找人的路。
这是谁写的？学生顾青燕。字不花，却就是。照这个发，今晚够，明早不够，所以今晚要先找明早的米，不是等明早人群乱了再找。传粮房和乡绅代表，今晚议粮。我家老爷捐粮，但要先挂一名牌，牌子不挂，粮不谢。救急之粮，非要先挂名。我家老爷捐粮行善，总得让百姓知道谁给人。但条件难看。若不谢，明早周鹏断。牌可以挂，但不能挂成施恩牌，挂成公事牌。这跟我家的一瓶牌有什么区别？在于百姓看见的不是谁施恩，而是多少粮怎么发，谁负责。许家冤可留名，县衙负责发，可留责。灾民领粥，不该先谢谁才能吃。好，就按这个写。我家老爷要的是善名，善名从粮道人手里来，不从牌子上来。谢粮。先生想，这下知道粮有多少了。明早老人孩子先有粥。我做了几年县令，竟被一块牌子点醒。善款善粮最怕只求名不求用，也怕真的善心被乱发坏了，所以要让名和责一起挂出来。名可以亮，责不能藏。明日我将安志鹏公事法写入县衙告示，一名可留，施恩不可压人。7日未满，你们已经写了半本。我问你们来青山县看什么？现在答：学生看见路，粮不只是买卖，路断了，商仓官仓都只是纸上术。学生看见了人，名册若写错，最弱的人会排到最后。学生看见了秩序，越是急越不能乱。学生看见了，测问不能只问答案，还要问答案能不能落地。若只许你们带一样回府城，带什么？带错处。断桥是错处，报喜文书是错处，周鹏名册是错处，一桃牌也是错处。把错处带回去，才知道制度该补在哪里。他说错处不是羞辱。下官明白，若不是他们指出错处，青山县只会继续用旧办法应承。你们4人各有可用处。赵明秉识商路，顾青燕识民生，魏一板识秩序，魏云州你识凤。别人看见粮，你看见路；别人看见名册，你看见门；别人看见善名，你看见责。你总在缝里找问题。学生只是怕缝越漏越大。怕漏是好事。这份摘录我会递上去，但名字不写你们。做事若先求名，便容易变成许氏一牌。几位此行，青山县记下了。县尊不必记我们，记那些木牌和名册就好。这7日比清凉100场测问都累，也比100场测问有用。读书人若不下泥路，写出的天下容易太干净。国公府出事了。信里说什么？魏家庄田灾后加租，侵占镇粮，逼佃户卖地，御史已入京参奏。国公府庄田，这和青山县水患有关。若是真的，轻则夺田罚银，重则牵连国公府名声。魏家不可能做这种事。魏家不可能，不代表魏家的管事不敢。御史参奏已经递上去，说明有人早就准备好了材料。先别急着否认，若御史拿到佃户手印，国公府就很被动。佃户若真被逼，不能只想着保国公府。我说的是实话。现在要先分清3件事。哪3件？第一，庄田是否加租；第二，镇粮是否入过魏家庄；第三，是国公府命令，还是庄头借府民敛财？庄头粮柜已经不见了。账房只找到今年春租册，灾后租册不在府里。他逃了？不是逃，是有人提前给他递了封。父亲，御史参的是国公府，不会等我们慢慢找人。你想怎么做？不先辩白，先去庄上。你刚从灾县回来，还要去庄子？参本从庄子起，就要从庄子破。住手！国公府还我们的粮，灾后还加租，这是逼我们卖地。今日不赶人。你们说魏家欠粮，拿契来；你们说庄头加租，拿条来。今日就在庄口，一张一张看。灾后加2成租，不交就收地。魏家今年明明下过缓租令，谁见过缓租令？少爷，我们只见过梁庄头的催租条。
一服两令，必有一奖。账上应有镇粮80阵，仓里只剩32阵。梁贵把粮弄到哪儿去了？我们只领过一次，每户半斗。镇粮被换代了，现在可以拿人了。梁贵不在，先拿谁？若现在只抓几个庄丁，佃户觉得我们推人顶罪，御史觉得我们灭口，梁贵反而躲得更稳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先做3件事：第一，灾后加租条暂废；第二，剩余镇粮按病弱和缺粮户先发；第三，所有租契当场登记，带回府中核印。少爷，这话算数吗？我魏一百作保，我魏云州作证。找到了，果然是他。二房，跑什么？二位少爷饶命，小的只是记账的，不关小的事。二房就例是什么意思？你只说你记过的账，不说你猜的主子，说真账才有活路。粮庄头每年都往二房送粮，说是旧年庄产纷纭。一个庄头胡攀，2个小辈就敢拿到我面前，让他说完。侄儿不敢说二叔贪粮，只说二叔名下有人收过南庄粮。有区别？有。若是二叔受益，是二叔之责；若是下人借二叔名义，是二叔失察，两者不能混。你说我只收过年例粮，灾年赈粮也是年例，我没有让梁贵加租。那请二叔写下这句话。二叔若未受益加租，未受益结粮，就请写明。梁贵一案便从二叔名下下人开始查。这不是放过二房，是把二房逼到证据边界里。魏国公，南庄灾后加租赈粮缺额一案，本官奉命查问。严御史请。听说是小三元先去了南庄，学生只是看见了问题，不敢说查案。看见问题却不遮，倒比许多做官的强。魏云州，你先解释这4个字。学生没有纵丁抗租，那你为何当众宣布灾后加租条暂废？因为那张条与国公府缓租令相冲。为何发放仓中剩余赈粮？因为仓中粮本就是赈粮，不是庄头私粮。若你判断错了呢？那学生愿受责。但若明知有疑，仍让佃户交租，让赈粮锁仓，错会更大。南庄订户，你们是否受魏云州煽动？大人，没有。八少爷让我们排队递契，不许吵，不许冲仓门。可有人被打？没有，倒是八少爷拦了庄夫的棍子。二房也牵在其中。御史明鉴，下官并未受益梁贵加租结粮。本官问的是证据，不是你急不急。第一堆，国公府确有缓租令；第二堆，南庄确有加租条；第三堆，赈粮确有缺额。魏国公，府令未达庄户是失察，本公认。二房收粮名目不清，也要查。至于魏云州纵店抗租，善无实证，但你一介生员，行事过界，此事若无国公证认，你也难脱擅令之嫌。学生受教。南庄3令，本公证认：一、灾后加租条作废；二、剩余赈粮先计病弱缺粮户；三、南庄租契重合，二房就例停查。魏国公认失察，也认补救。参本官会如实更正。多谢御史。别谢我，谢证据。魏云州，你若将来入仕，记住今日，好心越界也可能坏事。今日不问脸面，问家法。二房就例从今日起废。你收粮名目不清，虽无受益加租实证，但失察之责难逃。法因补南庄缺额，闭门3月。府中庄田令传不到庄户，是管家失职，罚俸半年，重整庄务。老奴领罚。魏云州，你救了南庄，也差点让人抓住越权把柄。儿子知错，错在哪里？静候请令。秦急可救一时，却容易让公事变成私断。越权行事，虽救民于水火，却也坏了规矩。若再遇此事，儿子应先保人不受害，再以最快方式请家主印令追认，不把善意放在空口上。
记住，儿子记住。少爷，以后庄头还能随便加租吗？以后每一张租契，府里一份，庄上一份，佃户手里一份，少一份不算数。灾年缓租告示会直接贴到庄口，不再只留在府中。这才是让我们看得见的规矩。你这一路不是水欢就是参奏，小三元还没热乎呢，人都瘦了一圈。八弟，南庄的事府里都知道了，有人说你多事，也有人说你救了魏家，都不重要。那什么重要？青山县让我知道，百姓要看得见路；南庄让我知道，规矩也要看得见。少爷，沈大学士派人送信来了。魏云州，你险些把一件好事做成把柄。你废家租条、发赈粮、合租契，哪一条错？从结果看，没有错。从规矩看呢？先做后请令，给了别人攻我越权的口实。记住，能看见漏洞是聪明，能补漏洞不越界才是能用。答：急救为先，法度为鉴。无急救则人受害，无法度则事成丝断。比从前稳了。姨娘，这是做什么？乡试要去省城，不能让人说国公府庶子穿得不像样。路上防湿寒，不是特意给你的，姨娘让我帮忙而已。别考什么解元不解元，平平安安回来比什么都强。姨娘，我会回来。那就是连中小三元的魏云州，听说还是国公府庶子，靠沈大学士和六皇子抬起来的。小三元在府城是名声，在省城只是入场牌。谢兄说话还是这么不客气，那就从入场开始。魏云愁，听说青山县民情节录里没有你的名字。若没有名字，谁知事情是真是假？若真有功，为何不敢署名？不是不敢书，是不该书。青山县水患，县令盖印，六皇子弟摘录。若几个世子把名字压在灾民名次前面，那不是功，是抢光。无名如何受信？看事能不能验？怎么验？断桥是否立了轻车分流牌？周鹏是否有病弱名册？义仓是否有公示牌？南庄是否有3份租契？名字会骗人，事做没做不容易骗人。话说得漂亮。若你也在青山县泥路上走过，就知道这话不漂亮。再答。留法不留功，若只传某人善名，后人学的是出风头；若留下可照做的法，后人学的是怎么把事办成。你有资格进省城这张桌。谢云以此人眼高，今日算认可你了。认可不重要，乡试才重。乡考题风今年重经试，不会只考词章。别误会，不是泄题，只是省城市士林都看得出，灾年之后，朝廷不会只取会写花团锦簇的人。多谢提醒。魏云州，乡试若你只写泥路会低，只写庙堂会空，你最好两头都写得住。秋闱入场。小三元进考院也不一定能出来得体面，能不能体面出榜再看。先活着写完3场吧。走吧，进了这道门就只剩卷子了。你还带了防御油纸。秋鱼不是只考文章，也考谁能把文章护到封卷。政令不怕百姓知其由，怕的是百姓只见令不见理。告示要见人，名册要见数，租契要见份，赈粮要见责。何事？号舍漏水，请记录。学生自行避开，不扰他号。
这题赵明章会写得好。边处不止在仓，也在路。民粮路路指竹里田，也可记。何事？林浩考生似有不适，请差役查看。我能写，能帮一时，不能替他写一字。并去，有人出场，有人留下，留下的人也未必赢，只是还没认输。少爷，第二场我写的比你好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没必上路。我写完了。写完就赢了一半，放榜剑。解元啊！魏云舟是解元。小3元之后又是解元，只是这一场的第一。3经合卷，你胜我，赵兄商路一篇却在我之上。你这人赢了还让人难受。本次乡试，魏云舟列解元，此卷胜在3处：一能以经义立古；2能以民事入文；3能知急救与法度之戒。赵明炳商路编处一篇，见识老练，列第2；谢云幽文气清正，列第3。我真的中了，你靠自己写出来的。魏云舟，我没中。你是不是很痛快？没有，宫院里谁都不容易，落榜不是罪。你连他都不踩，他已经被榜踩过了。这句话比踩他还狠。魏解团，殿下有信。北仓。那是京城最烫的仗。会试之前，别轻易卷进去。他不是让我查案，那是让你做什么？看京城的凤。少爷，这就是京城。京城不是省城，这里一句闲话，都可能从茶楼传进官署。那是北仓的粮车，风不旧，车辙深，像是运空车回仓。京城的凤已经在路上了。这案子，户部不想碰，御史想碰，朝中几派都盯着。殿下，此事牵涉户部，魏云舟只是新科解元，所以我不让他查案，我只让你们看。看完之后，告诉我，账面足粮，为什么百姓仍觉得米贵？账面8万吨，若是真的，京城粮价不该涨这么快，也可能是谣言推涨。可若百姓真买不起米，账上再足也没用。你说这句话太稳了，越是急事，越不会写得这么满。若真稳，应该有仓数、出入、米价、投放地点，只有一句暂稳，像是在遮空处。你还是喜欢看凤，明日去北仓，只看不说。会试再急，别把自己卷进去。北仓不是西米市，京城的账背后都是人，可若看见百姓吃亏，也不能当没看见。能不能看见是一回事，看见之后怎么说是另一回事。我知道。粮仓里怎么有霉味儿？前几日雨湿，仓外木料反潮，并非良美。殿下，北仓有几道门？3道，外门、过磅门、内仓门。那只看外门，什么也看不出来。开过磅门，这秤最近用的不少。北仓日日有出入，自然常用。每天出一样多，太整齐了。罗大使，解释：春闱期间米价虚稳，所以调拨频繁，数字整齐也不奇怪。 3日出入皆等，
需验车、验票、验仓。罗大使，北仓账面足粮，开门看看，不难吧？殿下，内仓灰重，恐污了几位医粮仓不怕灰，怕空。开门！有粮。殿下，请看，北仓岂会亏空？最外层是新袋。外满里空，贡院粮备，春闱考生吃的粮也迁进来了。若贡院粮备出问题，春闱会乱。殿下，这票残缺，不能说明什么。北仓从未克扣贡院粮备。贡院粮备是谁核收？礼部、贡院、户部三方核收，那就不能在北仓说清，要去贡院粮房看收粮凭证和实际余粮。贡院粮房一切照规入库，绝不敢怠慢。照规就拿凭证。如果贡院粮备被换，春闱前就会有人借此生事。不是如果，已经有人把票烧了一半。账上写，3日前收北仓贡院粮备300担，袋口是新封。可否请范郎中验一袋？贡院给考生吃这个？下官只是照单收粮，粮到时封袋完整，下官没敢拆。贡院粮备不验就收，这是把好米铺在脸上，把坏米藏在肚里。学生只是形容米袋，不断人罪。贡院粮备全部封存重验，另调新粮，不得误数春季。有人要把贡院粮备的事扣到你头上。明日春闱，今晚传这种话，是要扰你心神，也是要让所有考生觉得你害得贡院换粮，自己刻意换了手。明日会试，考官不会因为纸条给我低分，也不会因为北仓给我高分。可流言会影响你，那就让他只停在门外。你真的不怕？怕还装得这么稳，怕和乱是两回事。我刚问到，贡院新粮已经入仓，明日不会断粮。你不问是谁传纸条？会试前夜知道了也不能做什么。那做什么？睡觉。能睡着也是本事。听说昨夜贡院粮房出事，就是那个魏解元闹的。春闱前还折腾，真晦气。会试入场。别回头。仓廪法度与民心，不因所见入私怨，不因所闻乱公论。仓廪足不足，不止在数；法度行不行，不止在令；民心稳不稳，不止在告示。数、令、心，亲眼所见也不能变成私案入卷。数要可核，令要可达，心要可信，则仓满意移，令出一致。官定其界，上通其路，民得其所。会写者未必会用，会用者亦须会守。取士之道，先看其文能否明理，再看其人能否守戒，终看其才可否用事。写完。如何？写完了。这3场比我做10年生意还累。你没做过10年生意。等放榜，他若不中，这颗棋就废了；他若中了，
就更不能留在六皇子身边。会员，魏云州是会员。乡试解元，会师会员，他不是卷进北仓和贡院良备的事儿了吗？还能列会员？卷子糊名，谁管你卷外风波？这一场我输的服。赵兄第二册商路比我锋利，可三册合起来你更稳。本次会试魏云州列会员，此卷不以奇险取胜，胜在三册贯通。第一册论仓廉，能知数令心；第二册论荒政，能分官商民；第三册论取士，能明文借用。赵明炳列第二，商路一册最佳；谢云玉列第三，文气清正，法度严整。诸生记住，朝廷取士，不只取会写文章的人，也取能把文章落到世事中的人。我真成公事了。你本就该成。若不是青山县的那几日，我第三册写不出来。你一路也是书，只是很多人没读过。殿试之后，你我就不只是世子了，所以更要小心。小心什么？小心把一时名声误当成一世本事。少爷，会员啊，这要传回府里，姨娘得高兴成什么样？会员之后就是殿试，越到御前越不能错一句。毁你殿试资格。魏云州，先答这句话。学生没有扰贡院良备，贡院粮房重验是不是由你提起？学生只说应看收粮凭证和实际余粮，是否重验由范郎中与殿下决定。你一介贡士，为何开口？因为当时问到贡院良备，若看见一处却不说，学生怕春为猪手吃下问题粮。范郎中，贡院良备重验是否因魏云州越权逼迫？不是，魏云州只做提醒，封存验粮、调新粮，皆由下官按户部职责执行。北仓官记第一页写着，只记所见，不带官断。你倒会给自己留退路，不是退路，是边界。学生可以说看见煤气、空垛、沉迷，但不能说谁有罪。罪由观察，学生只守见闻。若说你没有薄名，为何北仓之后，京城人人皆知你？学士会员是卷上得来，不是北仓得来。名声呢？名声若从事来，学生受之有愧；若从流言来，学生不认。书吏记录，贡士魏云州未见扰贡院实政。如何？暂过？不是暂过，是该过。北仓若人人怕沾身，就永远外瞒里空。殿试前少说话，多读题。御前不是讲堂，答得太滑是轻，答得太硬是壮。学生记住。殿试答测最怕三种人：一种满口高论，落不到地；一种满口实事，抬不起头；还有一种自以为聪明，答得太滑，谁也不得罪，最后谁也不用他。学生明白。你未必明白，你这一路最会看缝，御前答测不能只看缝，要让陛下看见你补缝是为了整座屋子不漏。答：合仓、明账、问责。向户部小吏。再答：天下之信，不在仓一日满，而在数可合，令可答，则可问，民可知。这才有御前气象。若陛下问北仓，你答不答？答制度，不告私案。若陛下追问谁有罪，学生不知谁有罪，学生只知制度若不补，今日北仓，明日南仓。若有人说你借机攀六皇子，学生因卷入殿，不因谁入殿。这句记住。沈公怎么说？御前不可花。明日进殿，别想太多。我想的最多的，反而不是名次，是什么？是别让他们担心白费。共使入殿。这一门进去，答错一句，
前面全白走，也可能一句入青云。看地砖，一步一步走，别头乱看。你自己不紧张？紧张。那你还教他？教别人稳，自己也能稳一点。好。百姓仍疑，何以治？诸贡士落笔。可和、可答、可问、可知，数不可指在官册，须有复核；令不可指在衙门，须能到人；责不可指在事后，须能追问；民不可只听告示，机知其有。魏云州，学生在。你卷中说：“苍流之术藏于册，则为官有；达于民，则为国信。若官册不假，民仍不信，当如何？”官册不假，只能证明官位欺上；民仍不信，说明令未达下。当使术可核，令可达，则可问，民可知，不是让百姓扰政，而是让政令不钻空。好一个政令不缩空！少爷，状元，你是状元！小三元、解元、会元、状元，这就是那个国公府庶子，也是青山县民情部那个。学生魏云州，谢陛下取士。意甲第1名魏云州，赐进士其弟。你文章里有泥也有电，读书人若只爱干净，不知泥从而来；若只在泥里打滚，又难见天下。你能两头看，是好学生不敢忘。魏云州受翰林院修撰，赵明彻受编修，谢云旭受编章。状元兄这一步走到天子岸边了，离天子岸边越近，离刀也越近。你终于说了句省心话。我的周哥真成状元了。这是魏家的大喜。姨娘，您可以哭。姨娘，儿子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明日入翰林，后日户部会有人找你。北仓案还没完。状元郎，第一天就碰北仓，运气真好。北仓粮备生疑，京城米价逢动，陛下要一道安民狱。你既是状元，有亲眼见过北仓，就由你先拟。诏稿不是策论，一句轻重，能压人也能救人。安民狱不能只写安民，还要让民知道朝廷准备怎么安。安民狱贵在宽厚，不宜写得像户部告示。你若写合仓，百姓反而觉得仓有大乱。不说乱，也不能假装无视。写副册，百姓知道朝廷在看；写分批投放，百姓知道米会到市。此句仓数可复核，米路可追问，市价可日日公示。太实。为何要写日日公示？米价若只在官署里稳，百姓看不见，就会去听谣言。每日公示不是把政治交给街市，是把谣言的路堵住。这句能用，但会得罪不想公示的人。那就说明这句更该用。崔尚书，魏云州把米价日日公示写进去了。一个新科状元，第一天入翰林，就想教户部怎么开仓，要不要压掉？不压，让他来户部。既然他爱看缝，就让他看看京城的缝有多深。户部请魏修胄即刻过署，协看北仓安民细则。来得太快了，不是请，是调。户部有正式调函，翰林院不能拦。下官去。我同去。调函只请魏修体一人，只去一人更想去。那我更要带副稿。魏修状，翰林院笔下的公示二字写得很轻巧，下官只是拟稿。那今日就让你看看实际。
北仓账、精米价共愿2倍，半日之内拟出安民细则。尚书，半日太急。状元郎既然御前打品，半日看3册不难吧？半日可看，不能断。下官可拟待核细则，不能拟以定结论。崔尚书在逼你，你若拟定结论，将来错处就是你的。所以只写待核。魏修传，北仓账面很好看，太好看也是一种问题。京城这么大，7日米价一字不动。为何每条前面都有待核2字？因为3册只可对照，不可互证。什么意思？账面说仓卒，仓面见空垛，市面写价平，三者不合。若直接安民，就是粉饰；若直接定罪，就是越权。下官建议，先封北仓侵入票，次日公示评价投放点，再由户部、御史、贡院3方复核。魏修壮很会自保，下官是怕安民狱变成务民狱。那就明日让你去米市公示。一张公示就想压我们的价？官米今日真卖，卖多少？官米哪有那么快？别听他们空话。好。今日不是口头评价，是地点、时辰、价格、核验人都在纸上。若不到，可追问户部。限量，那不还是买不到？不限量，强者多买，弱者空手。限量是为了让更多户先有米。那谁知道你们有没有私下留给权贵？所以公示核验人设户部、御史、市坊3方签名。连卖了多少都贴？贴。让人喊官米是陈粮，吃坏人。造米价谣最容易反噬。你要走，也先把话说清。有人在发这个。你的朋友？他们不是替我办私事。那是什么？替公事挡谣。公事一出，暗价就难藏，也会让藏价的人恨你。至少今日有人买到平价米。今日只是第1日。昨日不是鱼食30吗？怎么1夜没了？字是夜里改的。谁改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米没了。请开昨日封存副本。取副本。主牌可改，副本不可改。今日起，公示1式3份，1份贴米市，1份存户部，1份交御史房，3处不合，立查。有人改余数，是想让百姓不信公示。一张公示被改，东米市差点乱。韦修柱，这就是你说的公示安民？公示被改，说明有人怕它有用。若因此取消公示，正中改字者下意，应补公示法，不该废公示法。3份公示法，确可防篡改。你倒会把祸转成法？下官只是把漏洞补上。改字的人已处理干净。蠢！本想让公示坏在第1日，结果倒让他补成了3份法。那下一步，别再碰街面，碰源头。中监四爷呢？许是旧册重铸，装订时漏了。还骂整齐断掉，
虫子还懂挑四爷吃。少的四爷正好在出仓和退域之间。封库，范郎中，票库一封，户部今日出处都会耽误。可先封北仓春味相关价，不封全库。范围太大会影响公务，范围太小会漏证。先封相关票价，再调副册、车马登记、贡院收粮册对照。封北仓春味票价，其余票库照常运转。副册有出仓200担，车马登记只有150担，贡院收粮册写300担。3册3数，问题不在一处。什么意思？北仓可能虚出，车队可能少运，贡院可能虚收。若只抓一处，另外2处都能退。这案子比想的深。你怎么看？下官不看谁罪相有罪，只看哪一环最容易断证。哪一环？北仓有册，贡院有册，最容易忽略的是车马。若车队票录引、缴封口供能对上，练就连；若对不上，缺页便有去处。车队和商路，我来帮你看。文书格式我看，缴付和搬运工我去问。问可以，审不行，都由御史房发票传人。下官明白。这车走过城外泥路，登记写未出京城，车轮却有城外泥，解释。许是前几日别的差事留下的泥。这是百郊浅滩草册，城内没有。北仓票写出粮，车马册写未出城，车轮却走过百郊，三者已经不合。老杜，3日前北仓到贡院那趟粮，你是否驾车？这里是户部问路，不是车马院私访。小的驾过。登记为何写未出京城？管事说写未出城，少一道录制核验。你只说你亲眼做过的，不说你猜的。车上装了多少？账上说200担，可实际装车时，小的只拉了6车，按车重最多150担。剩下50担，你见过吗？没见过。可到贡院收粮时，收条写的是300担。300？贡院那边有人说，按单收，不按车数问。少的50担去哪儿了？多出来的100担又从哪儿来？若贡院收300，必有虚收凭证。车马院省路引是为了不留路线。下一步，传贡院粮房签收小吏，和谁写了300担？由御史房发票传人。袖中何物？韩墨，贡院收粮300担，是你写的？是小的照单得的。照谁的单？这3数，你认哪一个？小的只是小吏，不敢不写。谁让你写300？不说也可按伪造收粮凭证办。不是小的伪造，是贡院粮走管事给的旧单。他说北仓调粮太乱，先按300入账，后面会补。补了吗？没有。他可恨，也可怜。小吏一笔，能毁春闱2倍，所以不能让所有错都压到小义身上。小吏有错要罚，可谁让他照旧单写，谁给旧单，谁承诺后补，也要往上查。断在小吏这里，裂就断。旧单何在？又是陈少。陈少现在何处？昨夜告病，未到贡院。病得真巧。人不见了。他跑了。若真要跑，不会留下热茶。下官只是猜测，陈照可能不是自己从正门走的。查后门，
墙根，车辙。不是贡院常用车，何以见得？贡院粮车轮距宽，这车窄，像私家小车，适合巷子走。他被带走了，至少不是正常离开。封贡院后巷，查昨夜出入车。陈少义失踪，旧单就成了死口。若他是被带走，那背后的人在灭证。说灭证还早，没有人，没有供词。你看哪里？找车。京城能进贡院后巷的私车，要么有熟路，要么有熟牌。熟牌？户部、贡院、权贵府邸都可能有免查木牌。轮距5尺，车辙宽3寸。昨夜府河的私车有3辆，念1辆归礼部侍郎府，1辆归广平侯府，还有1辆念户部尚书府。严御史，这是怀疑本官。本官只问车牌，不问上书。尚书府车牌每日出入无数，昨夜那车送的是病仆出城寻医，可有人证？魏修筑，看错了也会伤人。崔尚书说的对，车牌不能定罪，但车牌文书只能证明车出过城，不能证明车上是谁。若是病仆寻医，应有医馆接诊记录；若车行贡院后巷，应有车辙路线，二者不冲突，也不能互替。请尚书府提供医馆接诊凭证。自然。格式太完美，越完美越像提前备好的。猜测不能入案，所以要找医馆。京城医馆那么多，若他随便找一家不成正呢？病途逾时3刻出西角门，若真寻医，不会去城内医馆，应去西郊最近的夜诊药铺。西郊3家夜诊，我熟路，由御史房派人同去。昨夜可有尚书府车来过？没有。昨夜有1辆窄车从巷口过，但没停，车帘里好像有人咳了一声，那车往费驿站去了。里面有人。车来过这里，差役入内，先确认人活着。陈少，救我！先让柴烟，他快撑不住了。救人也要留证。先留证，是为了不让带走他的人脱身。记录现场，立即送医。陈少，谁带你来的？不是尚书本人，是户部左库司秦淮。秦淮是崔广川的人，带陈少回御史房保护，不许再进贡院。秦淮长左库司，管的正是北仓票据流转。现在能不能动？有人证，有物证，有职权链，可以请旨拿人。那就请旨。凤看见了，接下来就是刀落在哪儿。只拿秦淮，不动户部权属。终于能拿人了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拿人容易，拿住链条难。秦淮若只是断在自己身上，这案子就只剩一个贪吏。若他背后有人，今日最危险的不是秦淮，是他的票册和口供。左库司票价必须同时封。
人、章、票、药4样同封。严御史，一早带差役入户部，是查案还是立威？奉旨传拿秦淮，封左库司北仓春为票价。下官何罪？现在不是定罪，是传问。哼，一个新科状元也来户部看热闹？下官不看热闹，只看票链。北仓春为票价钥匙赢在双人柜。册上写双人柜，可柜中少一把。哼，票价钥匙多人经手，少一把就算我的罪。请看页角。钥匙册被换过页。严御史，户部左库司正在安民投放关键时刻，此时拿人若误了米事，谁担？按旨拿人，按正封价。户部公务未停。魏修传，你很会让事情走到最难看的一步。难堪的不是拿人，是粮票被人动过。我若开口，户部要他半边。北仓春为票是范青让我改的。秦淮诬告朝廷命官，罪加一等。下官有凭证。我从未写过这东西。哼哼，范郎中，现在撇得干净，太晚了。纸是真的，印也像真的，但格式不对。哪里不对？户部中冷给左库司发文，不用押，用移。押是库司内转用词。印是真的，但印泥压在折痕上，说明先折后盖。正常批帖不会这样。格式错，是范青怕留痕，故意改写。你看什么？下官看时辰。申时，范郎中正在贡院粮房封粮，御史小连、贡院管事、六皇子府随从都有记录。确有记录，申时2刻，范郎中在贡院粮房签封。同一时辰，不可能在贡院签封，又在户部给左库司写批帖。围帖一下，另记。秦淮，谁给你的围帖？你可以继续不说，但围帖、缺页、车马3数、函墨旧单、陈照供词，已经足够让你入狱候诊。我不是主谋。那主谋是谁？长青票荒，银子从长青票号走，谁拿了银票，谁知道。北仓案设票银，开匣。票户受信，不能随意开客账。不是随意，是奉令调涉案票银。先找秦淮名下，再找化名。掌柜听见化名就手抖，说明有化名。秦淮本人名下不多，但有3笔银子走了同一暗号。什么暗号？不是正式姓名，是柜面暗记。银子去了哪里？一笔去了西郊南安别院，一笔去了清文书社，一笔转入户部尚书府外账。 3笔分流不等于3处同罪，要看用途。秦桧用北仓银子买清明，或者用奖学银遮票流。书社只收捐银，不问来源，所以更该问：清明若不问来源，也会脏。一数，
这里进出过重车。这里是崔氏驿署，几位是不是查错地方了？驿署不该有官粮袋。开门，验封。这不是驿署，这是粮仓。袋子换过皮，官粮换皮，挂异图名。把粮藏在异名底下，比藏在仓里更难看。数量对不上300，但能补上车队少运的50担。北仓出200，车队实运150，少的50担可能在这里。那宫院多写的100担呢？可能从来就没有那100担，只在纸上。严御史，这里是崔氏驿存，存粮是为了春归后赈济贫寒士子。赈济士子，用北仓旧印粮袋。魏状元，你从贫寒血子身上起名声，如今连驿赈粮都要扣。驿粮可以留名，官粮不可换皮。若这粮真是崔氏驿使所购，请拿购粮凭证；若无凭证，只能先封存核验。封。北仓少粮，贡院虚收，票号分银，驿粟藏粮。链条终于连上了，还没到崔望谦。他外甥，他府外账，他义孙，还不够。够疑，不够定。若急着定崔望川、秦淮、崔延生都能说是借名行事，要让他无法甩开，必须看户部尚书有没有亲自压过北仓复核。明日上殿。崔望川，这8个字是你批的？是臣批的。当时春闱在职，京中米价繁动，臣为稳民心，不愿因复合北仓引发恐慌。陛下，臣不敢言崔尚书有罪，只陈链条。成。此4者皆在崔尚书批不必复核之后暴露，下属晚毕，臣实查。但若说陈主使，仍无实证。魏云州，你说。臣不敢说崔尚书主使，臣只说北仓案最怕2件事：第一，把所有罪推给秦淮，链条上面的手永远干净；第二，为了抓上面的人，把户部整个打停，京城米价先乱。所以臣以为，先停崔尚书北仓相关决策，交由3方复核，秦淮收监问审，陈召韩墨保护问路，南安粮袋归仓验封，米市公事不停，查人不费事，补仓不乱事，这样既不放过人，也不伤百姓。查人不费事。魏状元，你以为今日赢的是秦淮？你今日开的是党争之门。若门后藏的是官粮，就该开。今日之后，你在京城不会清静了。臣从进京那日就没指望清静。北仓案未完，崔望川只是暂立北仓，不是补倒了。那下一步呢？江南漕粮。北仓刚暂收，你又被派去江南，有人是想让你离京。江南漕粮入京是北仓的源头之一，若源头不清，北仓补得再好也会再漏。臣明白，江南不是京城，那里水陆、漕仓、船帮、地方官缠在一起，比北仓更难看清。那就从水路看。状元才当几天，又要去江南？只是随户部官折，不是独自查案。你每次都说只是看看，结果哪次不是一身风雨回来？江南漕粮牵连甚大，记住，不可逞强。随行护卫已经安排好。江南潮湿，别又病着回来。我会平安回来。几位一路辛苦，漕粮账册、仓房、船队、下官都已备好。粮袋怎么湿了？江南雨多，外带沾湿，不伤粮。账上写，今春入仓漕粮20万吨，待运京城10-20万吨，船数不少，但今日码头卸粮速度很慢。太奇，
每船损耗都写1整，损耗还能这么整齐？太整齐的账往往是给人看的，不一定是给士看的。这不是外带师，只是个别袋子受潮，换袋即可。何员外，曹粮入仓前是否有验尸规程？有，尸粮需隔至复验，不得混入正仓。那请按规程隔至。魏修筑，江南雨季，若袋袋都隔至，今日入仓就误。尸粮入正仓，误的就不是今日。这袋不能入仓，这袋来自永盛3号船。永盛3号船只这一袋受潮，那为何3袋同船同层同样结块？同船同层失，不是偶然。大人，小的只是运粮，不敢坏粮。船舱为何积水？舱板旧漏，小的报过修，可船行说今年赶运，先撑一趟。这不是一袋失粮，是一条船不该运粮。江南船多，个别船老旧，不足为奇。3日前已修，今日舱底腐成这样。失粮不可入仓，旧船不可装粮，否则漕粮到京，账还是满的。你已经坏在路上。封永盛3号，隔至同船粮。查是谁把永盛3号推到他们眼前的？这船装不下300石。漕粮压得紧，300石是佐票，实际装载会按水位调整。船票写300，船只能装200，剩下100是粮在水上，还是只在纸上？北仓有虚收，江南可能有重票。何谓重票？一张船押2份粮，或者一船粮走2张票。为何一船2票？一张是补票，一张是原票。补票应注销原票，可2张都入了左侧，一船2票，账上就多出一船粮。封船务画房复册。你只说你搬过的，不说你猜的官。又是一船粮，白天卸一回，晚上又挂新牌过一次吧。粮没动，牌动了。我们只搬牌，不敢问。粮不动，牌动，船不走，票走。票房错路，船行失察，下官愿罚。卢同志认的是错路，不是重票。若是错路，只会多一张票；若是重票，就会多一船粮。两者差的不是字，是粮。明日查过磅房。下官配合。谁烧的？昨夜烧的是重复船牌。小的只是奉命清理旧牌。谁的命？烧牌是因为牌能证明船没动，票却动了。封过磅房，清点残牌。同一船同一日2次过磅，重量相差只有20斤，20斤差是正常误差？不是，正常2趟粮不可能差这么少，除非根本是同一船同一批粮，一船过2次，账上就是2船。重票坐实一环。何员外，如此张贴，曹仓人心会乱。若不贴，谣言更乱。告示要写清，只复核1票，不停正常粮船。正常粮船照旧入仓，疑似重票船只单独复核，不误漕运。查案不乱供，才有人敢说真话。过磅房残牌被他们拼出来了。残牌只能定过磅房，定不了我。若查到曹仓总牌，就难说了。总牌不是已经送走了？送去沈家盐仓了。昨夜刚提沈家盐仓，今日就私仓盘点。几位大人，盐仓是私产，
与曹良无关。沈家盐仓设曹仓总牌去向，开门验看。总牌，小的从未听过。盐仓地上不该有米糠。开门。大人请看，都是盐。眼粒里混着米糠，后面是空的。总牌是真的，说明郭正烧的只是副牌，真总牌被藏到这里。小的只是替人看仓，不知道这些东西从哪儿来。沈家盐仓不是单纯私仓，有人用转运司外办名义租过这里。卢守良说与曹良无关，现在有关了。卢同志，沈家盐仓，你还说与曹良无关？下官不知谁借了转运司外办名义。卢同志可以说不知，但曹仓总牌、船牌、副牌租仓小气，已经能证明一件事：江南曹良的账不是在仓里错，是从船票、牌仓四处一起错。即刻上报，请指封江南转运司曹良总策。账库着火了！先封门，别让人趁乱带测出去。前后门封住，救火的人进，拿测的人查。那边。火不是为了烧全部，是为了趁乱换一部分。谁执业？小的执业。可有人说卢同济要调册，小的就开了门。账库不是被烧开的，是被自己人开的。他们想毁的正是船票牌能对上的页。这里有账库复钞，政策被撕，复钞还在，烧火的人不知道账库还有复钞。卢同志，今夜账库失火，你如何解释？下官也刚得知，必是下人失职。你袖里调出烧总策的纸条，也算下人失职。何员外，现在可请封江南转运司总账、船票、牌册3处。封。他过了。曹船多，擦痕不能说明是哪一艘。可那天夜里，永盛3号挂的是别的牌，你亲眼见过？见过，牌上写的不是永盛3号，是广顺7号。换船牌过闸，船过闸，牌不认船。这行补写过啊？为何补写？夜里雨大，次日补录。不是次日补录，是账失之后补录。也就是说，有人先毁原账，再补新账。封水闸旧账。我不问谁收钱，只问那夜你们看见什么。那夜永盛3号空船过闸，吃水很浅，可过磅房写他载粮300担，空船中票。我们这些扛船绳的看得见水线，却说不上账。今日你说上了。船渡说300，过磅房说2次，水闸说未过，曹公说空船过，说明他们不是只虚报一笔，而是把船票、牌闸全部拆开用。卢守良一个同知，能压得住这么多环？未必只有他，还有谁？严曹旧吏，他们借的是盐船名目。广顺7号是盐船，所以永盛3号换广顺7号牌过闸。不止换牌，盐船过闸查的松，曹良船查的严。他们用盐船旧吏绕开曹良核验。盐曹旧吏本为便利盐运，现在成了漏粮的缝。旧吏若不补，就会被新摊用。几位大人，沈家盐运有牌有册，未运1粒官粮，查广顺7号。难道不是沈家？船未运粮，牌未必没借。此事我不知。是转运司外办来人说临检换牌，小的以为是官差。沈家盐运借出船牌，却为何学制？
沈家任视察，愿配合追查。这半日正好是永盛3号空船过闸的时辰。卢同志，盐船炮照被转运司外办借走，你说不知？转运司每日杂物众多，外办借牌，下官未必知情。卢同志，旧吏可以帮忙通传，也可以帮忙藏传，你批的是哪一种？我可以招，但我要见京城来的人。没有京城的人点头，江南没人敢动曹良总牌。是谁？我要保命文书。到现在还谈条件？让他说条件，不等于答应条件。你可免不了罪，但若供出上游，可如实上奏。户部曹良清吏司裴少安。裴少安是户部曹良清吏司郎中，专管曹良入京核验。若是他点头，江南重票到京城就能被接住，那北仓案和江南曹良县就连上了。江南虚粮，京城虚收，中间必须有人认账。查到裴少安，就不只是江南案了，所以更不能只靠卢守良口供，要找裴少安的签收回文。江南放船，京城免验，连上了。这箱东西到京，户部又要震，也可能半路被劫。一箱走一道，一份副本走水路，一份摘要由六皇子府密递，3路送京。他们分送政务了。出政务！一道那边若出事，他们会不会追水路？会。前面有蓝河网，水路也不是主路，那真正呢？走最不起眼的路。老马，今日又送鱼，送点家常东西。最不起眼的人反而最安全，辛苦。大人们把水路账查清，我们这些拉绳的才不白受冤。江南放船，京城免验，北仓虚收，曹良虚运，两案并成一案。裴少安是户部曹良清吏司郎中，要拿他必须上殿。臣建议先封曹良清吏司回文价，再拿裴少安，否则人拿了，回文价空了。他们还是送到了。江南虚运，京城虚收，中间是谁认的账？户部曹良清吏司郎中裴少安。政务可全。卢守良供词，裴少安回文，盐曹借牌记录、原件副本俱在。先封曹良清吏司回文价，再传裴少安。朕要看账，不看口舌。奉旨封曹良清吏司回文价。严御史来迟一步，回文价昨夜已按旧例归档内库，圣旨未到，你先移驾。户部公文流转，本就有归档旧例。归档旧例，不该指控涉案一家。内库丙价3年前就废了。丙价在哪里？废价旧物多移在西夹库。回文是指为什么会沾米糠和盐粉？去西夹库。旧库杂乱，恐怕一时找不到。一口一口开。12万担，不是小漏。这不是单笔错账，是整套平账法。江南虚出，京城虚入，中间用回文认账。若不平账，京城米价早乱了。你承认平账？裴少安，江南曹良回文可是你押的？亏空12万担总目，可是你经手。经事不等于主谋。你明知亏空，
还让京城免烟。你以为我想北仓旧亏不是一天来的？江南船池、官仓空号、米价坟洞，哪一样不是洞？洞再大，也不能用假账簿。这是上面的意思，谁的上面？批语是真的，但没有明确指令你虚运虚收。官场话能写那么白吗？不能写白，就不能替你当令。一句先稳后补，可以是先稳米氏后补制度，也可以被你拿来先稳假账后补亏空。你选了后者。裴少安，若你只供到自己，亏空12万担便由你担。我担不起。那就说能担的人。外账不在户部，在哪儿？崔府账师周伟手里。但你们现在去，未必还能找到他。他今晨拿了录音，去通州码头。